你们知道小多拉为何会选择守护大熊吗？他原本是因为世修的一个手滑成为了他的守护神，而人世间的每一次邂逅，每一次交融，或许都有着独特的意义。小多拉陪世修踏过青春的荒野，也在漆黑的夜晚哼唱摇篮曲陪他入睡。他无微不至的付出，让小年纪的世修想送件礼物作为回报。可雕塑是要讲究技巧的，小多拉的耳朵并未能让他满意，于是他拿出手工机器鼠，希望他可以帮自己的雕塑达到完美复刻的高度。可机器鼠却听错了指令，将小多拉的耳朵啃成了雕塑模样。因此小多拉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医生曾夸下海口，如此简单的修复手术必定不会失败。而世修也在送上安慰后退出了房间。有些猫生来便带有诸多坎坷，一只苍蝇扑向了小多拉的鼻子，他一时没忍住打了个喷嚏，结果撞到机器造成故障，导致手术刀在他头顶疯狂舞动。当小多拉再次出现在人前时，他已经失去了耳朵，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。他孤独地坐于高塔，虽然耳朵离开了自己的生活，可生活始终都还在继续。他想用活力之源遮掩住表面的悲伤，却不曾想勾起了心底波涛汹涌的悲伤。或许在他的内心，这份成年人的烦恼始终无法放下。第二天，多拉美在海边发现了已褪色的小多拉，亲人的陪伴让他再也无法控制情绪，痛哭起来。原来小多拉在此哭了3天3夜，身上的镀金也都脱落了。原来他当日所喝的并非活力之源，而是误喝了悲伤之源，所以才会让自己的悲伤逆流成河。于是他再次拿出活力之源，可因为悲伤过度，他又误喝了急速药水，药效让他在海面上急速奔跑，却又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城镇中出现了一艘不明战舰，他们抓取了寻找小多拉的世修当作人质，并用他的生命作为谈判的筹码。世修没有落一滴泪，因为他知道有个盖世英雄会来救他。只见小多拉以疯狂的姿态，一头插进了战舰的排气孔，顿时战舰失去动力，坠向地面。虽然小多拉早已不是曾经的模样，可世修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因为世修相信小多拉一直会是他的归宿，而小多拉也通过这段血火般的洗礼，明白了即便外在并不完美，也可以绽放生命。一段奇妙的旅途结束后，世修将玩偶送给了小多拉。虽然小多拉不曾准备礼物，但只要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小多拉的陪伴，就是最珍贵美好的。正是为了回报这份感动，让小多拉决定回到过去，改变世修祖先的历史，让世修幸福。于是便有了陪伴我们30多年的哆啦 A 梦。即便也许会相负相欠相误相弃，也要先相见相知。每一段邂逅都有一段故事，有些人只是路过了我们，有些人却是专门为我们而来。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像哆啦 A 梦的存在，牵住对方的手就足够了。